我花40万给村里通自来水，全村人都去我家祖坟攀亲戚，而且亲戚关系越远烧的纸越多，就连村里的狗都叼着纸钱往里挤。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看着这种场景，脸上都有光了。通水仪式那天，礼炮从我家一直铺到村口，村长甚至给我父母戴上大红花，接受村里的表彰。老陈啊，还是你家陈旺有出息，咱们村应该感激他。村长说，完全村人齐刷刷的跪下了。我爸的脸上笑容更灿烂了，花这40万，为了这一刻，值了。然而等我回到家，打开水龙头，却没有一滴水流出来。这时村里跟来见证通水的村民都愣住，接着眼神里就是看热闹的玩味。我爸脸上刚刚还因为激动而泛起的红，瞬间退得一干二净，变成了铁青色。我妈僵硬的笑容挂在嘴角，比哭还难看。我拧开总阀检查了一遍又一遍，一切正常。我走到隔壁李四家查看，他家的水龙头正哗哗的淌着水，水流强劲的能把桶冲跑。我爸的嘴唇开始哆嗦，他猛地转身大步，流星的朝村委会走去。我默默跟在他身后。笑死人了，自己捐钱修的水，自己家用不上。我看就是个冤大头，钱花了还被人当猴耍，还浪费我烧那么多纸。40万呐，打水漂了。每一句话都像一记耳光，扇在我爸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村委会的大院里酒气冲天，村长李富贵被一群人簇拥着，正一杯接一杯的喝着庆功酒。他看到我爸，满脸不耐烦的挥了挥手，像赶一只苍蝇。陈老师，你来干啥？富贵啊，村里都来水了，怎么就我家没有？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你家地势高，水压冲不上来，正常现象。我家就比李四家高了不到半米，他家水怎么跟喷泉似的？那谁知道？技术上的事儿我哪懂？再说全村200多户都用上了，就你一家用不上，你还想怎么样？为了你一家让全村人陪你喝西北风啊？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我爸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满脸通红，身体气得发抖，那感觉比被人当众狠狠扇了2个耳光还要屈辱。我看着这一切，刚刚心里的那点欣慰和满足，像是被一块冰冷的石头瞬间砸得粉碎。夜深了，整个槐树村都沉浸在有了自来水的兴奋中，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而我爸一个人蹲在院子的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的旱烟，呛人的烟雾把他整个人都笼罩了起来。我妈在屋里压抑的哭声一阵一阵传来，听得我心头发紧。我走过去拍了拍我爸的肩膀，爸别抽了，这是我来想办法。我爸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血丝和绝望。还能有什么办法？人家就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家。我从行李箱里拿出笔记本电脑，我打开了项目方当初发给我的施工路线图，电子版那是一份详细的 CAD 图纸，图上那条蓝色的主管道线清晰明确的从我家门口经过，甚至还标注了一个预留的阀门接口。地势高，水压不够，全是狗屁。我换上雨鞋，从墙角抄起一把工兵铲，拿着手电筒走进了冰冷的夜色里。我没有走村里的主路，而是直接走向那片传说中地势高的区域。我沿着村外那条荒废的土路，一寸一寸地寻找新翻的泥土，痕迹在手电筒的光下异常明显。那痕迹没有像图纸上一样沿着平坦的大路笔直延伸，而是在距离我家几百米外的一片荒地，拐了一个极其不自然的巨大的 S 型弯。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我选了一个拐角处，用工兵铲奋力挖了下去，泥土很松，没挖多深铲子就碰到了硬物。我用手扒开泥土，一节崭新的蓝色的披翼管赫然出现在眼前，它就埋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恶毒的嘲讽。我站起身，打开手机地图，开启了测距功能。我沿着这个巨大的弯，从拐点开始，一直走到它重新汇入主路的地方。手机屏幕跳出一个让我血液都快凝固的数字 4.87 公里。为了避开我家所在的这片不足100米的小高地，他们竟然宁愿多花几万块的材料成本，多耗费数倍的工程量，硬生生的让管道绕行了将近5公里。这根本不是蠢，这是纯粹的不加掩饰的坏。我站在冰冷的寒风中，看着远处村庄星星点点的灯火，那些灯火此刻在我眼里不再是温暖的象征，而像是一双双充满了恶意和算计的眼睛。我笑了，不是气笑，是那种心彻底死了之后发出的冷笑。我掏出手机，对着那段被我挖出来的丑陋的弯道拍下了照片。很好，你们不让我好过，那谁都别想好过。第二天一大早，我爸妈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还在为怎么挽回面子而发愁。我爸甚至想提着2瓶好酒再去求求李富贵，我拦住了他。爸，不用求了，我去解决。李富贵家门口比昨天庆典还热闹，
一群村民围在那里，唾沫横飞地讨论着我家这件全村最大的笑话。我就说嘛，陈旺在外面能挣几个钱，打肿脸充胖子，40万啊，就听了个响，连个水花都没有，哈哈哈。李富贵靠在门框上抽着烟，一脸得意地享受着这种把他人的尊严踩在脚下的快感。我拨开人群，径直走到他面前，所有声音戛然而止。我举起手机，将昨晚拍下的那张绕路管道的照片对到李富贵的脸上，屏幕的光把他那张油腻的脸照得忽明忽暗。李村长，我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冰碴子。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多出来的5公里高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李富贵的脸色瞬间从得意变成了惊慌，然后是恼羞成怒。你个小兔崽子，你半夜3更去刨村里的水管，你想干什么？他开始狡辩唾沫，喷了我一脸。这是施工队的技术调整，为了保证全村的水压平衡，你一个外行懂个屁！我看你就是心疼钱，想找借口赖掉尾款。他这一煽动，立刻有几个村民跟着起哄。就是人家施工队是专业的，还能听你一个城里回来的，捐了点钱了不起啊！想对我们村里指手画脚，没门！我看就是不想给剩下的20万了。我爸妈听到动静也匆匆赶了过来，看到这剑拔弩张的场面，他们吓坏了。我爸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压低了声音，几乎是在哀求：小旺，算了，别闹了，别把事情闹大，钱已经花了20万了，咱们认了，再闹下去，咱家在村里还怎么做人啊？我妈也在旁边抹着眼泪哭着说：是啊，儿子，不就是没水吗？咱们自己花钱再打口井就是了，别跟他们吵，他们人多。我看着我爸卑微乞求的眼神，看着我妈懦弱的泪水，再看看周围村民们那一张张幸灾乐祸、颠倒黑白的嘴脸，我心里最后一丝对这个地方的温情彻底烟消云散。我猛地甩开我爸的手，力气大的让他踉跄了一下。做人，我环视着所有人，冷冷的发问：被人当傻子耍当猴看，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做人方式吗？这不叫面子，这叫活该。不再理会他们的反应，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项目负责人王经理的电话，并且按下了免提键。电话很快接通，王经理热情的声音传来：陈总您好啊，是不是尾款的事？您放心，项目完美竣工。我面无表情地对着手机说：王经理，槐树村这个项目剩下的20万尾款，从现在开始暂停支付。陈总，这是为什么？我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李富贵的脸上。原因很简单，合同欺诈。合同欺诈4个字一出口，全场死寂。李富贵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没理会目瞪口呆的村民，和面如死灰的李富贵又拨了2个电话。第一个打给市里最大的一家搬家公司，我要预约你们最大号的货车3辆，马上来槐树村地址我发你，给你加急费。第2个电话我打给了当初帮我联系施工的刘队长。刘队，带上你的人，带上你们的挖掘机和工具，立刻来槐树村，把我当初买的所有管子一寸不留的全都给我从地里刨出来，工钱我给你们开双倍。2个电话像2枚炸雷在人群中炸开。李富贵终于反应了过来，他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陈旺，你敢？你疯了！这些水管现在是村里的集体财产，你敢动一下试试？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只觉得可笑。我拿出当初和村委会签订的那份捐赠协议，对着所有人大声念了出来：本人陈旺自愿出资4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并铺设覆盖槐树村全体村民含本人陈旺住宅在内的自来水入户管道及相关设施。我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惊愕的脸。看清楚了吗？含本人陈旺住宅在内，如今我的住宅被恶意排除在外，这份协议最根本的条款已经构成违约，项目款我已经冻结，这个项目根本没有完工验收，更没有移交到市政管网，所以这些埋在地下的管子依然属于我陈旺个人所有。他们姓陈不姓李，更不姓槐树村，我处理我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我爸妈彻底傻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不仅要撕破脸，还要做得这么绝。李富贵眼看道理上说不过我，便开始煽动村民：大家快看啊，这个白眼狼刽子手，他要毁了我们的自来水，这是要断了我们全村人的活路啊！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大家一起上拦住他！刚刚还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村民们，此刻一听自己的利益要受损，立刻变了脸色。不能拆，这是我们村的水。陈旺，你太不是东西了，捐了钱还想收回去，你敢动一下，我们跟你拼了！一群人瞬间围了上来，对我怒目而视，但我没有丝毫畏惧。当初你们合起伙来，看着李富贵把水管绕开我家的时候，你们怎么没觉得这是在要我家人的命？你们在我家院子门口嘲笑我爸妈是冤大头的时候，你们的良心在哪里？现在轮到你们了，就知道疼了。今天我不仅要搬家，我还要把我花钱买的所有东西全都从你们这片忘恩负义的土地里刨出来。我说的。不到1个小时，挖掘机的巨大轰鸣声就从村口传来，紧随其后的是3辆巨大的搬家货车，庞大的机械和车辆开进这个宁静的村庄，像一群闯入羊圈的野兽，带着不容抗拒的压迫感，
村民们都被这阵仗镇住了。李富贵脸色惨白，一旦管子被拆，他这个村长也就当到头了。他带着村里几个臭名昭著的地痞流氓，直接横在了挖掘机前面，摆出一副要誓死保卫集体财产的架势。谁敢过来，先从我身上压过去！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叫嚣，转头对搬家公司的师傅们点点头。师傅开始搬吧，从大件开始。李富贵看我来，真的，终于祭出了他的杀手锏。他掏出手机，颤抖着按下了110。喂，警察同志们，快来啊！我们槐树村有人要破坏集体财产，就是那个陈旺，他要开挖掘机毁了我们全村的自来水管，你们快来把他抓走！他喊得声嘶力竭，仿佛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村民们也像是找到了主心骨，又开始对我叫骂起来。很快，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开了进来。李富贵像见了救星，立刻扑了上去。警察同志，就是他，捐了点钱就想控制我们全村，现在还要毁了我们的水管，这是犯罪啊！我平静地走上前，不等警察开口，我先递上了3样东西。首先是那份我和村委会签订的有双方盖章签字的捐赠协议，第二是我向项目方支付第一笔20万款项的银行转账记录凭证，第三是我手机里存着的管道绕行5公里的照片和地图测距截图。警官您好，第一，这份协议明确规定，捐赠标的物的使用范围必须包含我的住宅，现在对方单方面违约导致协议的基础不成立。第二，项目尾款我已冻结，整个工程并未通过验收，产权也未移交。根据物权法，这些尚未成为公共设施的管道，其所有权依然归属于出资人，也就是我。第三，我没有在破坏任何东西，我只是在收回属于我自己的私人财产。至于他们后续用水问题，那是他们违约造成的后果，与我无关。我的逻辑清晰，证据确凿。警察听完又转头问了李富贵几个问题。他说的是不是事实？管道是不是没有经过他家？项目是不是还没有验收？李富贵支支吾吾，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这是民事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我们建议你们双方协商，或者通过法院提起诉讼。在他对你们造成实际人身伤害或破坏了明确属于你们的财产之前，我们无权阻止他处置自己的东西。说完，他对我说了一句：注意控制情绪，不要激化矛盾。说完便收队准备离开。李富贵和所有村民都懵了，他们以为的王法，在我的合同和法律条文面前不堪一击。我看着李富贵那张从涨红到煞白的脸，对他最后的一点怜悯也消失了。我对挖掘机司机点了点头。在李富贵和村民们绝望的嘶吼声中，锋利的铲豆狠狠地插入了地下，一节又一节的蓝色管道被从地里刨出来。村民们脸上的表情也从最开始的愤怒变成了悔恨的绝望，他们眼睁睁看着那曾经被他们视为希望的自来水管变成了一堆废塑料。我爸妈没有再劝我，他们默默地帮着搬家公司的师傅把家里的家具一件件往外搬。他们的脸上没有了责备，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悲哀。这个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带给他们的终究只剩下了羞辱和伤害。就在场面陷入一种诡异的平静时，一个瘦弱的年轻人趁着混乱悄悄把我拉到了一棵大树后面，塞给我一个 U 盘。他是村会计的儿子，叫李明。陈旺哥，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这是他偷偷备份的村里真正的账本。李富贵这个人心黑手辣，你今天这么搞他，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你要有准备，这个东西也许能救你。我捏着那个小小的 U 盘，感觉到了它的分量。谢谢你李明，也替我谢谢叔叔。我回到车里，锁上车门，将 U 盘插入了笔记本电脑，里面只有一个 Excel 文件。账本打开的瞬间，我的瞳孔猛地收缩，屏幕上赫然是2个版本的预算表，一个是我看过的项目总额为40万的槐树村自来水入户工程捐赠预算，而另一个是项目总额高达80万的槐树村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扶贫专项预算。我的40万在这个项目里被当成了撬动扶贫补贴资金的杠杆。李富贵用我的捐款作为引子，向上面申请了1比1的配套补贴资金，又是40万。而最让我怒火攻心的是，在那份对公的假账里，那条绕行我家的多出来的5公里管道，赫然被列为山区复杂地形攻坚改造，费用预算金额不多不少，正好是20万。我瞬间明白了，所有的一切都串联起来了。为什么宁愿花几万块的成本，也要绕开我家？不仅仅是为了羞辱我，为了在村民面前立威，更是为了制造出一个工程难度的由头，为了让这虚报出来的20万账目看起来合情合理。他用我的钱羞辱我们全家，还去套取扶贫款，好一个一石三鸟，好一个李富贵。这件事的性质已经完全变了，这不再是我和槐树村的私人恩怨，这是犯罪，是明目张胆的侵吞集体财产。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将那份 Excel 文件连同我所有的证据打包加密，然后通过邮件发送到了一个我之前从未想过会用到的邮箱地址。做完这一切，我看着车窗外那个还在叫嚣着要村民们团结起来的李富贵，眼神里只剩下了冰冷的怜悯。你的死期到了。搬家一直持续到深夜，老宅里的东西除了父母坚持要带走的几件旧物，其余的我
都让搬家师傅一并拉走。就算是扔掉我，也不想再留下丝毫。我们一家3口准备在这个空荡荡的老宅里度过最后一晚。就在我准备锁门的时候，堂屋的窗户玻璃被一块石头砸得粉碎，玻璃碴子溅了一地。紧接着外面传来几个年轻人的污言秽语：陈家白眼狼滚出槐树村，忘恩负义的东西不得好死！我胸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抄起门边的一根木棍就要冲出去，我爸却死死地拉住了我。一辈子了，我陈老师在这个村里点头哈腰了一辈子，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他们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养了个白眼狼。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吼出了这句话。他猛地转身抄起了墙角的铁锹，一头被彻底激怒的老狮子猛地拉开大门冲了出去。是哪个狗娘养的？有种站出来！他那副拼命的架势把门外那几个小混混吓得魂飞魄散。小混混们扔下手里还没用完的油漆桶，连滚带爬地消失在了黑暗中。大门上用刺眼的红色油漆赫然喷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陈家白眼狼滚出去。那红色在昏暗的灯光下像干涸的血。我爸看着那几个字，身体剧烈的颤抖着，他没有在怒吼，也没有在流泪。往儿走，咱们天亮就走，我就是死在外面也绝不再回来。看着我爸决绝的眼神，又看了看旁边早已泪流满面的我妈，我点了点头。好，我们走。然而在村口那条唯一的柏油路上，我们被拦住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将路堵得水泄不通。为首的正是李富贵。陈旺，你毁了我们村的自来水，还想拍拍屁股就走人？没那么容易。你偷窃了我们村的集体财产，必须留下来接受处理。几个老人干脆直接躺在了路中间，一副你敢压过来我就死给你看的无赖模样。一些妇女抱着孩子坐在地上，开始哭天抢地控诉我这个刽子手断了他们孩子的活路。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丑陋的道德绑架。我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图，他预感到我要去举报他，所以要用全村人当人质，把我软禁在这里，困死在这里。这是他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挣扎。李村长，你现在的行为叫做非法拘禁，是犯罪，你懂吗？但如果你执意要拦路，那性质就变了。李富贵发出一阵冷笑，笑声里充满了狗急跳墙的疯狂。犯罪！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在槐树村谁说了算！我告诉你，陈旺，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村子，有种你就从我们身上压过去！他双手抱在胸前，一副吃定我的样子。我看着他没有说话，而是拿出手机，当着他也当着所有村民的面拨出了一个电话，并且再次按下了免提。李富贵以为我又要报警，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笑容。警察来了也没用，法不责众，警察能把全村人都抓走吗？但他猜错了，我拨打的根本不是110。您好，这里是清源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2个字像一道惊雷在人群中炸响，所有嘈杂的声音瞬间消失了。李富贵僵在了那里，他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您好，我叫陈旺，槐树村村民。我实名举报清源县槐树村村委会主任李富贵，他在槐树村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中，利用职务之便勾结施工方，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账目等手段，套取扶贫专项资金共计20万元人民币。我每说一句，李富贵的身体就抖一下，村民们脸上的表情从同仇敌忾变成了震惊和怀疑。我没有停顿，继续说道：该项目总预算80万元，其中40万为我个人捐赠，另外40万为扶贫补贴。李富贵向我隐瞒了补贴一事，并故意制造工程困难，将原本不需要绕路的管道恶意绕行，以此为借口作平了那笔20万的假账。所有的证据已在半小时前通过加密邮件发送到了贵单位的官方举报邮箱。电话那头的声音立刻变得无比严肃：陈先生，感谢您提供的重大线索，我们县纪委对此高度重视，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的调查组将立即出发前往槐树村核实情况，请您务必注意自身安全。我挂断了电话，整个世界安静的只剩下风声。我抬起眼看着已经面如死灰、瘫软的几乎站不住的李富贵，我一字一句地问他：你以为我昨天叫来挖掘机只是在拆水管吗？不，我是在给你们所有人挖坟墓。村民们彻底炸开了锅，他们终于明白，不是我陈旺毁了他们的自来水，是李富贵那只贪婪的手不仅伸向了我的捐款，更伸向了集体的钱袋子，是他的贪婪毁了整个槐树村。李富贵，你个天杀的，你还我家的水，退钱，把他的钱退回来。原来是他贪了钱才不给陈旺家通水的。之前还躺在地上撒泼的老人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抱着孩子哭闹的父母也停止了表演，他们看向李富贵的眼神从之前的信赖和盲从变成了无法掩饰的惊恐、滔天愤怒。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再也没有人敢拦在我的车前。我发动了汽车，车子缓缓驶过人群，一些村民的脸上露出了哀求和悔恨的神色。李富贵瘫坐在地上，几个平时跟他走得最近的村干部此刻也躲得远远的，生怕跟他沾上一点关系。完了，全完了！车子驶离槐树村的那一刻，
车轮碾过村口坑洼的土路，扬起一阵尘土，像是要将我们与那个纠缠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彻底切割。我握着方向盘，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延伸的公路，后视镜里村庄的轮廓渐渐缩小，那些曾经熟悉的房屋树木，还有此刻想必一片狼藉的村口，都慢慢模糊在视野里。我爸靠在副驾驶座上，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平日里总是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他侧头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白杨树，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了扬，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混杂着半辈子的压抑委屈，还有解脱后的轻松，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总算出来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却异常轻快。以前总想着在村里争口气活得体面，现在才明白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远不如一家人平平安安来的实在。我妈坐在后座，从上车起就一直沉默着，她没有看窗外，而是低头摩挲着手上一枚磨得发亮的银戒指。那是我爸年轻时用第1个月的工钱给她买的。过了许久，她才缓缓抬起头，透过车窗回头望了一眼槐树村的方向，眼神复杂。那里有她生活了一辈子的痕迹，有她熟悉的邻里街坊，有她曾经付出的心血和期盼，但更多的是被算计的寒心和无尽的纠葛。她很快收回目光，再也没有回头。我打开车窗，乡间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夹杂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吹散了连日来的憋闷。车子开出大约5公里，前方突然传来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我放慢车速，只见几辆黑色轿车打着警灯，风驰电掣般的从我们身边驶过，径直朝着槐树村的方向而去。车身侧面纪检监察的字样格外醒目。我爸看到这一幕，眼神亮了亮，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该来的终究是来了，李富贵那小子作恶多端，早就该有这个下场了。我妈也轻轻点了点头。善恶终有报，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些跟着他起哄的人也该醒醒了。我笑了笑，没有说话，脚下轻轻踩下油门，车子继续朝着县城的方向驶去。我知道李富贵和他的同伙们的好日子到头了，而槐树村的天也该变一变了。一路上我爸话多了起来，开始规划我们在城里的生活。他说要找一个环境好的小区，带着我妈晨练买菜，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我妈则在一旁安静地听着，时不时补充1、2句，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看着爸妈久违的轻松笑容，我心里也暖暖的。这些年为了在村里立足，他们受了太多委屈，如今终于可以摆脱那个是非之地，开启新的生活了。抵达县城后，我们先找了一家酒店住下，然后开始着手找房子。搬家那天没有繁琐的仪式，只有我们一家3口收拾着简单的行李，脸上满是对新生活的期待。1周后，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李明打来的。他是村里少数几个明事理的年轻人，当初也劝过村民们不要跟着李富贵胡闹。陈旺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都查清了，李富贵那伙人全被查出来了。李富贵不仅贪了引水工程的20万，还牵扯出侵占集体土地补偿款、套取危房改造补贴、虚报退耕还林面积等多项罪名，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万。李富贵和他那几个核心的村委会同伙，第一时间就被控制了。那几个堵门砸玻璃的小混混，也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了15天。整个槐树村的村委会班子被一锅端，而那个被寄予厚望的引水工程，因为账目不清工程违规，被上级部门定性为问题工程，所有款项被冻结，项目被无限期搁置。现在村里人怨声载道，悔不当初，不仅没用上自来水，还因为这桩丑闻成了10里8乡最大的笑话。李明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犹豫。有些村民托我给你带话，想郑重的跟你道个歉，问你还能不能不计前嫌，帮村里一次把水管重新铺上。我听完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你告诉他们，人要脸，树要皮，覆水难收，好自为之。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城市里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内心平静如水。我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原谅的圣母心，他们是什么下场都与我无关了。春节前，我收到了李明发来的一条微信，村里换了新的书记，是个踏实肯干的年轻人，想问问你还有没有意向回乡投资，帮村里把那个烂尾的引水工程重启。我看着这条信息没有犹豫，直接回复了2个字，没有。然后我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不是因为恨，是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了。那个叫槐树村的地方，连同那里的人和事，对我来说已经彻底成为了过去式。剩下的那笔钱，我没再做任何投资。我给爸妈报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和国画班，给他们买了全套最顶级的按摩椅，带他们去了他们年轻时就想去的地方旅游。他们的笑容发自肺腑，比在槐树村主席台上的任何一刻都更加真实，更加灿烂。那一刻我知道我做对了，有些地方回不去了，也不必再回去了。人的根不在于脚下的土地，而在于身边的亲人和内心的安宁。